这里是好吃看得见，好吃就能做的麦叔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叔。今天呢，我们再来尝试一次意面。不过这次的意面呢，有点很不一样。新年总要有新的气象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们用5种不同的胡椒香料，加上帕玛森芝士，来做一份经典的卡西欧佩佩。这次呢，我们再给这份卡西欧佩佩加一份配酱。这份配酱呢，我们中西合璧，用简化版的佛跳墙方式来调制。想象一下，美妙的混合胡椒香气，配合极鲜的佛跳墙酱汁，一定会有惊喜。正片开始之前呢，再次祝大家口福昌盛，健康如意，笨如脱兔。好了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这次呢，我们用的胡椒有5种，分别呢是绿胡椒、黑胡椒，还有我们的长胡椒，还有那个白胡椒和那个四川的红花椒。绿胡椒呢，它的性质呢比较温和，所以说呢，绿胡椒呢是充当我们的这个底味。那么这次比较特别的用到我们这个长胡椒。长胡椒呢，学名叫碧拔，它的味道呢有一股比较明显的牛脂味道。四川的红花椒呢，辣性比较足，然后呢，花椒味道比较浓烈，所以说呢，等会我们呢稍微少放一点，起到一个香味点睛的作用。好，让我们先把它磨成粉。记得当时第一次吃卡西欧佩佩的时候，感觉像那个光面了。光面这种叫法，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？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面。小时候一碗宽面条，盐、味精，淋上辣油和猪油，撒撒伊。卡西欧佩佩呢，刚上桌的时候有一股说不清的香味，喜欢的呢如获至宝，没感觉的人呢也大有人在。不过不论是谁，吃上一口都会沦陷。这次胡椒的选用，我参考了某位米其林主厨的配方，选了几款适合我们口味的，亲测很哟西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自己搭配。磨完了胡椒，我们开始准备我们佛跳墙的原料。那么我们这次佛跳墙呢是家庭版的简化版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准备了一些猪筒骨和猪爪，还有鸡脚和老母鸡，用来吊汤。那么这个是为了增加汤里的胶原蛋白。剩下呢，我们准备了一些鱿鱼、干贝、海参、鲍鱼和鸭胗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主要用的都是一些新鲜的材料。如果都是用干货的话，光发一下它们就得用1周的时间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繁后简，先处理一下鲍鱼。这个鲍鱼嘛，20块钱一个，撒在味，用小刀抄个底，切断它的摇柱。用刷子刷干净后，为了防止它炸湿，给你来一段 rub， 一定要切除它的口气。随后把它拍进事先准备好的面粉或者生粉，揉搓一下，把表面的粘液给去掉，也能去除腥味，冲洗干净。开一下花刀，做成 Burberry 的鲍鱼。然后我们把鸭胗切一下，这个鸭胗事先已经洗干净了，切片切块都可以，我这里切块，觉得这样更有嚼劲，不容易老。这些完工后呢，准备一口汤锅，我们开始熬制汤底。其实一锅浓郁的汤底已经是成功的一大半了。放入事先都洗干净的猪骨、鸡爪和猪爪，还有老母鸡。放入这些爪子的意义呢，是为了增加汤的胶原蛋白。除了增加汤的粘稠度外呢，还能给你话题和女朋友聊骚。胶原蛋白和钻石永远是女人最喜欢的2样东西。倒入一锅冷水，记住是冷水。放入葱和3片生姜，取个名字叫异国江山，然后盖盖，大火煮开。煮开后撇去浮沫。因为我们这次要的是浓汤，所以这锅头汤不要倒掉，去除葱姜和各种汤料。葱姜呢扔进垃圾桶，其他的呢去洗干净，千万别做反了。做反的同学呢可以来评论区，让我需要太些。再次将洗干净的半熟材料放回汤中，这次就不要再放葱姜了，否则汤会发苦。然后大火煮开后，中火炖上2到4个小时，看你时间了，当然越久越好咯，5到6个小时是最佳时间。趁这个时间心火跟上，准备一个小锅，水开后加入葱姜。佛跳墙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黄酒，这里我们特意准备了好的黄酒，女儿红。普通的料酒呢不是不可以，但是香味不足，放入一些料酒，按顺序先下鲍鱼，这个快一点15秒，
再放入海参，这个呢时间稍微长一点，45至1分钟，然后分别是木鱼、鲜贝、然后是鸭胗，最后呢飞水变成了沸水，就让它下水道吧。好了，这次我们炖了2个半小时，汤炖得差不多了。看看这颜色，这扑鼻的香味。说老实话，锅里剩余的空间，我可以用口水来填满。扎劲！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煨我们的佛跳墙。准备一口炒锅，放入2汤勺的浓汤，先将香菇放进去洗个澡。这里呢，新鲜香菇和水发香菇都可以。然后放入1小勺老抽上色。同时把我们佛跳墙的材料一起放进去，翻上几番，全程中火。汤如果干得快的话，中途可以补个1、2次。期间我们再加入适量的盐入味，适量的糖提鲜。佛跳墙里糖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汁水收掉1/3的时候呢，放入事先煮好的鸽子蛋，当然鹌鹑蛋也是可以的。真要杠的话，鸡蛋也不是不可以。那么这么显眼的2个蛋就不能叫佛跳墙了，只能叫佛跳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加入多一点的黄酒，一股酒香啊！晚上不开车的话，真的想把它喝掉。好，慢慢让它收汁。收汁中呢，加入白胡椒粉进一步去腥，还有蚝油增鲜。因为我们这个佛跳墙呢，毕竟是家庭版，没有功夫真的去熬上6到8个小时，适当做点弊，我觉得我是允许的。按照你最后放汁的坛子，汁水浓缩到一定量的时候，取出食材，在剩下的汁水里用水淀粉勾一下芡。也是因为缩短了时间，胶原蛋白无法完全的析出，所以呢，这里小小的作弊一下，我呢也是允许的。我们开始摆坛做法，我呢这里因为来不及买到真的佛跳墙坛子，就先用一个瓷罐代替一下吧。先把鸡肉和猪爪选择合适大小的垫在最下面，然后依次放上煨好的各种食材，先后的顺序呢以价格排名。这个好像和某度有的一拼嘛，最上面的肯定是逼格相对最高的吧。然后淋上酱汁到坛口，盖盖封印，隔水蒸上1个小时。现在终于开始煮我们的主角卡西欧佩佩。先把我们之前磨好的混合胡椒粉过一遍筛，粗细分离，粗的呢用来料理，细的呢用来上菜。煮开1锅开水，放入和开水1:100的海盐，将面煮上2到3分钟，保持4分熟的就可以出锅了。准备一个盘子，倒上温水，并滴上橄榄油。将刚出锅的意面放入水中，降温上油，这样方便后面的特殊流程，也不会发生面条粘连的情况。做饭也是一样，细节讲究到毛骨悚然，味道就会好到匪夷所思。这里注意哦，煮面水千万不要倒掉。我们用厨房纸吸干面条水分后，拿出我们的烤炉，准备先烤一下我们的面条，这样会让最后的混合胡椒味多一层香气，还有你们都很喜欢的火气，也就是火的味道。这里我们就展示2个镜头，面是拿到室外去烤的，之前烤过1次其他的东西，最后烟雾差点把消防车给引来。那希望我把头顶上的报警器拆了的，在公屏上打1，然后我理论上应该3周是不能更新了。将面烤干后，表面局部有一点轻微焦化就完成了。拿1口煎锅，先将我们粗颗粒的混合胡椒粉放在锅中烘烤一下，烘出香味就好。然后加入清水和1小块黄油，充分融化后，就可以下我们的烤面了。慢慢搅拌面条，因为煮面的时候面条本身就带有咸味，所以这里全程无需加盐。等
等面条开始变得绵软的时候，我们加入大把帕玛森芝士，至于多少呢？可以参考视频，当然也可以略微多一点，如果你喜欢的话。这里有一个重要提示，一旦加入芝士就要关火或者离火，不然芝士不会去拥抱面条，而去会亲吻锅底了。然后太干了的话，可以加一点点的煮面水，再开一下小火，加一下热。煮面水呢是很好的乳化剂，能使酱汁完全扒在面上，像这样就可以起锅了。这时我们的佛跳墙呢也蒸好了，开盖，我去，这个香气无语了。来，面条边上放上佛跳墙的精华，然后在面条上淋上佛跳墙的酱汁，再撒上之前准备好的细胡椒粉，上桌了。虽然为了拍封面，面条有点不那么热了，但散发的香气还是那么的浓郁。吃上一口，爆炸了！果然和想象的一样，绵柔的佛跳墙的香味被馨香的混合胡椒味刺激着，就这种鲜香，就像被云雾笼罩的仙山，本来就是一幅怡然的画面，突然云雾散去，雪山山峰被一缕金光照耀，此时的云雾和山峰构成的画面惊世骇俗。浓郁的帕玛森芝士呢，那绵密的奶香和芝士特有的味道，就像那层云雾将整个景象打上一层坚实的基底。佛跳墙的酱汁呢，就像那座山峰，而混合胡椒的香气呢，就像那一缕金光，混合出来的味道呢，很难形容，妙不可言。顺口再吃上一根海参，2片鲍鱼，就是7个字：昆仑绝顶神仙味。这次我们用了居家版的流程来做，你们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一下，绝对不会失望。好了，我是你们的麦叔，我们回见。